如果有人在2014年初把眼前这个看上去有点简陋的卡拿给我，然后告诉我说这是新出的终端显卡，得卖小1000块钱，那我可能会把它当成奸商。就这个用料和配置，你说它是个亮机卡我能信，但你要和我说它是个终端卡，那时候的我恐怕得花点时间才能接受。然而这块卡就是今天的主角，日后大名鼎鼎的 GTX 750 钛。作为 Maxwell 家族的首发显卡， GTX 750 钛的这个造型把 Maxwell 核心芯片面积小、功耗低，进而节约成本的特点进行了充分展示，也让它迅速地获得了市场认可。因为无论是对于想节约成本的厂商、想省电的网吧老板和不需要外接供电插卡就能玩的玩家来说，这块卡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。而这个盖宗盖的造型所对应的低成本，也正是一代神卡的崛起点。作为一块终端卡， GTX 750 钛在性能上的表现其实没有太多好说的。640个CUDA核心，16个管线和40个纹理单元，配备2G 或者4G 的128位 GDDR5 显存。看这些指标也能想到，这不会让它性能超群，但也能基本保住下限。而实际的跑分情况也差不多如此。在 14900K 和 32G DDR5 内存的支持下，我手上这块盖板卡跑出了1230分。这分数算不上高，但是作为一块终端卡，在当年也是绝对够用的，尤其是应对线上游戏。即便到了今天，这块4G 显存的750钛在应对各种网游也能勉强应付。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英雄联盟在极高画质下可以跑300帧以上， CS2 在低画质 FSR 均衡档下可以跑60帧以上，而堡垒之夜则可以跑到100帧左右。即便是当年无法很好支持的吃鸡，在今天都能在 1080P 低画质的训练场里跑个50帧左右。而对于新一些的游戏，在 720P 低画质下，永劫无间在 FSR 性能档的设定下可以跑60帧左右，三角洲可以在 FSR 开极致性能时跑90帧以上。而除了省电和省料， Maxwell 核心的低功耗特性带来的第二个优势，就是让750钛具备了很强的超频性能。由于没破解我手上这块卡的电压管理，我只能在小飞机里随便拉一架使着超频，但是这样就能在 TimeSpy 里跑出1450分。虽然还是不高，但这也有 18% 的性能提升。换成现在，老黄都能再切出一个级别的显卡了。而这恐怕也是750钛被称为神卡的第二个特质，那就是极强的超频能力。看看我这块卡在 TimeSpy 的得分还能进步的空间，起码有人用750钛跑出过2000分以上的成绩，就知道这卡的超频潜力还有多大。而几年后，随着矿潮的来临，性能尚可且矿卡率低的特点让750钛迎来了第二春。由于英伟达对 Maxwell 的核心驱动支持直到刚刚过去的10月份才停止，750钛得以一直保持对主流游戏的兼容性。尽管它的性能满足不了游戏大作畅玩的需要，但是就像很多玩家说的，进去看看总是可以的。在我测试的赛博朋克2077里，750钛在 720P 低画质下开 FSR 性能档和帧生成，可以得到48帧的成绩。在这个曾经让它翻红的游戏中，750钛的状态甚至比当年还好。其他的像 Control 和生化危机4都能在 1080P 中画质下跑出40帧左右的成绩。瘟疫传说安魂曲和极尽岭2重置版也都能在 720P 低画质下跑30帧以上帧数。就连黑神话悟空都能在 720P 低画质 FSR 开帧生成的设定下跑出34帧的分数。其实到了这个阶段，大家对750钛神卡的称呼更多的是一些调侃，但是看看这些游戏在这块10几年前的终端卡城运行情况，大家也多少能对这个称呼表示理解。当然，神卡不会永远神下去，再强的传说也有终结的一天。作为 Maxwell 核心的第一批显卡，750钛并不能完整的支持 D-12， 在面对很多新游戏时，它甚至已经无法正常运行了，连以往面对大作进去看看的特质也在慢慢消失。而随着驱动的停更，我们也知道是时候要向这块老神卡告别了。750钛的传奇故事是那个市场激烈竞争下的产物，在今天的环境下恐怕很难再次出现了。当然作为玩家，我们偶尔回忆一下也不错，毕竟这块卡曾经真的带给过很多人快乐。